你这弟子天赋如此惊人，当然可以进去，只是不知他是否愿意，毕竟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不如看看他的想法。妖城说话间看向了王玉贤，愿意，我这弟子一定会愿意的。可还不待王玉贤回答，道海仙姑便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师尊，这位前辈是何意思？王玉贤也是好奇的询问起来。乐乐，如今九魂天河将有大劫降临，而你有机会阻止这大劫的发生。道海仙姑看向王玉贤的目光可谓是寄予厚望。随后道海仙姑道也是向王玉贤讲述了情况，九魂天河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前辈，师尊，我愿意与楚风同行。而得知经过后，王玉贤也是没有丝毫迟疑，而是选择了与楚风同行。话落之后还看向了楚风一眼，那眼中竟饱含笑意。他不仅没有丝毫为难，反而非常期待能与楚风并肩作战。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启程吧。妖城此话说完便立刻动身，很快他们便再度来到了那妖城先前带他们所停留的地方。妖城拿出一把结界钥匙，这钥匙，看到这钥匙，楚风目光微微变化。楚风，怎么了？雨莎感受到了楚风的变化，不由问道。没什么。楚风摇了摇头，他其实是觉得这结界钥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只是他也说不出来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从何处而来了。但楚风能够确定的是，这结界钥匙并不是妖灵族的，因为那结界钥匙上面可谓是一点妖灵族的气息都没有。虽然没有妖灵族的气息，可当妖城捏动法诀后，他的气息却能够融入结界钥匙之中。这结界钥匙是受他所控的，结界钥匙释放出光华，光华所照之处，原本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上开始浮现出物体。很快，一道高达1000米的结界大门便凭空浮现。看到这结界大门，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都是眉头皱起。那结界大门的确不同凡响，他们能感觉到这结界大门有多坚固，至少他们根本无法穿越这结界门。若只是坚固也就罢了，这结界门还有防御机制。简单的说，非妖灵族的人若敢擅闯，不仅会被拦下，还会遭遇结界门的攻击。这位大人，他们真的能过去吗？道海仙姑看向妖城，他的眼中第一次涌现出了担忧。他已经观察过了，这结界门是全体防御，并不是说小辈就能进入的。正常来说，楚风和王玉贤也根本无法进入。而就在此时，妖城则是御空而起，来到了结界门顶端的边缘处。这结界门本是除了我妖灵族族人外，其他人都无法进入的，无论是小辈还是老一辈，皆是无法进入。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这里已经十分薄弱，若从这里的话，小辈是可以进入的。妖城指着一块很小的区域说道。听闻他的话，楚风等人都是御空而起，近距离的观察起来，这才发现妖城所说倒是属实。仔细观察之下，他们也都发现这里的确是薄弱之处，老一辈无法闯入，但小辈的确可以。但因为这里是结界门的破绽之处，并非只要进入就能穿过结界门，进入之后应该会进入结界阵法或者特别的结界通道，但不管将面临什么，那其中必然也是有着极大风险的。你们都是界灵师，应该知道这其中的风险。我不瞒你们，进入其中会遭遇什么，我也不清楚，所以要不要试一试，还是看你们自己。妖城再度看向了楚风、王玉贤，大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进入吗？这毕竟是你妖灵族的领地，若是你们愿意，外人也可以进入吧。还有，大人您所说的能救九魂天河的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道海仙姑开始认真的询问，毕竟关乎楚风与王玉贤的生命，他也不想不清不楚的就把楚风和王玉贤送进去。实不相瞒，我妖灵族族人的确可以自由出入，但是外人能否进入，我妖灵族还真是没有办法。至于那方法，若是2位小友可以进入我妖灵族，我会告诉他们的；若是他们无法进入，告诉他们也是没用。妖城此话说完，看向了楚风与王玉贤，我在里面等你们半个时辰，若半个时辰见不到你们，我会关闭此门。话罢，妖城便穿过了结界门，那十分危险的结界门对他而言就像是水花一样，轻松的便引入了其中。楚风师弟，九魂天河的生死与你并无关系，你若不愿意，其实可以不管此事。怨神婆婆对楚风劝道，她其实并不希望楚风冒险。九魂天河的事我还真不想管，可我师尊还在那司马相图手中，这件事我就不得不管。乐乐，不然你还是在此等我，其实我自己进去就可以。楚风对王玉贤说道，小瞧我是不是？你楚风虽然厉害，可我想着刚才那惊天动地的大动静好像还是我搞出来的呢，为何我恰巧在这个时候有所突破？我之前也想不清楚，但是我想再清楚了，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时刻。王玉贤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别看她长得清纯如玉，可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调皮且可爱的丫头，只不过她这调皮可爱的样子只有她最亲近的人可以见到，除了道海仙姑外，恐怕就只有在楚风面前才会如此。师尊，弟子不孝，但还请师尊应允，弟子想与楚风一同进去。但很快王玉贤又对道海仙姑施以一礼，请示起来。乐乐，你若想好了，那便去吧，今日的决定师尊也是依你。道海仙姑说道，多谢师尊。见其师尊应允，王玉贤也是大喜，既然决定了，那便走吧。楚风说话间便身形一纵，从妖城先前所指的位置进入了那结界门之中，而他果然成功的走了进去。师尊，师叔，那我也去了。见状，王玉贤对着道海仙姑以及怨神婆婆施以一礼，随后便赶忙跟了过去。此一时，这巨大的结界门面前便只剩下了怨神婆婆以及道海仙姑还有笑笑公主3人。妹妹，你有点奇怪啊，你如此喜欢王玉贤这丫头，为何你却如此期待她与楚风师弟同行？此时怨神婆婆看向道海仙姑，她发现到海仙姑的脸上虽有担心之色，但同时却也是满脸的期待，就好像王玉贤的选择正是她所希望的一般。而这与她所了解的妹妹可不太相同。
姐姐，你还记得我与你说过的预言吧？虽然最终预言临时显现的能够阻止九魂天河大劫的人乃是楚风师弟，可别忘记那预言临时最初显现的身影可是我的乐乐。我之前还不懂，既然能阻止大劫的人是楚风师弟，为何之前会显现乐乐？现在我知道了，因为乐乐也同样是可以阻止大劫之人。你看着吧，他们一定会成功，不仅能够成功进入妖灵族，更是能够成功阻止九魂天河大劫，因为这乃是天意，是冥冥之中上天早就制定好的一切。到海仙姑说道：“这预言灵石真的这么准？”听闻此话，怨神婆婆的目光则是变得若有所思。她原本是不相信预言这种事情的，她觉得听信预言与迷信无异，而修武者应当信奉力量，以武为尊。可是现在来看，一切还真的向预言的方向发展了。就算是巧合，可也不至于巧合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连她也是开始动摇，开始怀疑这预言是否真的能够成真。但至少眼下的她是希望预言能够成真的，毕竟若是预言成真，那楚风和王玉贤必然能够安然归来。与此同时，楚风与王玉贤已是进入了结界隧道之中。这结界隧道的结构很是简单，并且也不是很长，只要能够顺利通过，应该就可以穿过结界门。这样的结界破绽本是很难遇到的，可是眼下楚风与王玉贤却是举步维艰，他们前行的速度非常缓慢，因为又一重重如针一般的结界之力，正如暴雨一般自四面八方向他们席卷而来，正在源源不断地攻击着楚风与王玉贤。尤其是从前方袭来的结界之力，数量最为磅礴。而王玉贤躲在楚风的身旁，楚风则是不停地挥动胳膊，用手臂快速的移动，形成一道盾牌，将王玉贤护在当中。虽说他们二人虽是同降，可眼下却是由楚风一人以身体来抵挡那结界的攻击。之所以如此，有2点原因。第一点，这结界之力根本无法防范，楚风和王玉贤已经试过了，无论是结界之力，还是武力，还是宝物或兵刃，都无法挡住这结界之力的攻击。结界之力终究会落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结界之力的攻击是必须承受的，根本避无可避。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结界之力的攻击对楚风和王玉贤都会造成伤害，但对楚风造成的伤害则是弱上许多。这就是为何王玉贤明明被楚风护着，可是他的脸色却比楚风还要难看的原因。若是王玉贤持续承受着结界之力的攻击，那么他必死无疑。楚风，对不起，我进来本来是想帮你的，却不成想却连累了你。王玉贤躲在楚风怀中，看着楚风手忙脚乱的来护他周全，用自己的肉身去挡住结界之力的攻击，他十分惭愧。别说傻话了，既然一起进来了，就要一起出去。楚风笑着说道。虽说他的确承受着那结界之力的攻击，但这种痛苦对楚风而言却并不算什么。如果说这种疼痛程度对旁人而言是难以忍受的程度，对楚风而言也只是感觉疼，但却完全能够承受。这就是楚风一路走来所得到最大的收获，毅力，异于常人的强大毅力，使得楚风对困难环境以及痛苦的承受度极为强大。这样的毅力，正常的修炼方法是无法得来的，唯有经历重重磨难以及肉体与心灵的折磨，才能够逐步增强。当然，这可并不是说这结界之力楚风能够抵挡，却凭借楚风强大的毅力，这结界之力对楚风造成的伤害的确有好许多，而对王玉贤却可以说是致命的。楚风也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但眼下却根本没心思思考这些，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才行，只有走出这里才是真正的安全。而幸运的是，这里面就只有这如针一般的结界之力，哪怕后半程也没有再遇到其他攻击和关卡。虽然过程稍微有些漫长，但楚风和王玉贤还是顺利的走出了这结界隧道。穿过结界隧道那一刻，他们果然穿过了结界门，而在结界门的另一端便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鸟语花香，绿荫成林，而一眼望去，丛林之中也能见到一些建筑，那建筑十分独特。最主要的是，妖城就站在这结界门旁，等候着楚风与王玉贤。从妖城脸上的笑容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成功了。你们居然真的做到了！已经足足800年了，800年间，除了我妖灵族族人外，就只有你们2个能够穿过这道屏障。妖城看着楚风与王玉贤，他十分激动，就好像这预示着什么天大的好事，使得这妖城竟激动的潸然泪下。前辈，为何是800年？你妖灵族不是已经隐居数万年了吗？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王姑娘，你们不是想知道能解救九魂天河的方法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方法究竟是什么样的方法。传闻乃是真的，当年我妖灵族得到了一位贵人相助，贵人带来了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正是那力量使得我妖灵族逐渐变强。后面九魂圣族听闻此事，将我们视为威胁，便想将我妖灵族除掉。好在当时的妖灵族族长早有准备，已提前让部分族人将那力量转移到了此处，只是可惜终究还是迟了一步，还没有等到我妖灵族大举迁移，九魂圣族便发动了攻击。只有负责将力量迁移到此处的族人才侥幸活了下来。说白了，我们妖灵族活下来的族人乃氏族内较弱的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掌控这力量，我们也不敢贸然出去找九魂圣族复仇。但是事情却在8年前出现了转机。800年前，有一个男子来到了我妖灵族，这男子天赋极佳，他在短时间之内就悟得了如何掌控这力量，并且运用那力量结合我妖灵族人独特的血脉，打造了一批傀儡大军。只是打造完这傀儡大军之后，那位男子便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而那傀儡大军便是能够拯救九魂天河的关键。妖城对楚风与王玉贤讲述道：前辈，那些傀儡大军是何实力？楚风问道。毕竟单到仙宗的人实力很强，强到连狱宗地狱使都不是其对手，所以楚风需要了解那傀儡大军的实力。傀儡大军共有9832个傀儡组成，
其中4000个傀儡的修为在7品武尊，3000个傀儡的修为在8品武尊，2000个傀儡的修为在9品武尊，剩下的皆是半神境。妖城说道。听完此话，楚风与王玉贤皆是神色一动。按照这个数量来算，这傀儡大军之中，岂不是就有832个半神境？前辈，那半神境的傀儡只是1品半神，还是有更强的境界？楚风再度追问。毕竟只是1品半神，就算数量再多也没意义，甚至哪怕2品半神，都未必能阻挡丹道仙宗500个1品半神，200个2品半神，100个3品半神，还有32个傀儡，不知是何具体境界，只能确定是半神境。妖城说道。竟有这样的实力。听闻此话，楚风内心大喜，他终于知道为何妖城说这傀儡大军可以拯救九魂天河了。这样的战力，若是能够出世，的确是可以对付司马相图与丹道仙宗的那些人的。只是同时，楚风还有一些疑问。前辈，这傀儡大军，难道你妖灵族无法掌控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觉得妖灵族应该对九魂圣族恨之入骨，而这傀儡大军的战力完全可以踏平九魂天河。为何妖灵族不利用傀儡大军复仇呢？只有2个可能，一个是如今的妖灵族已不想复仇，另一个可能便是妖灵族根本无法掌控傀儡大军。当年打造了傀儡大军的那位离开之时，还留下了一座阵法。他说，只要有人能够破阵，便可以掌控傀儡大军。而那阵法只有小辈可以破。这800年来，我妖灵族不断有小辈挑战那阵法，但很显然，我妖灵族之中无人可以破开那阵法。所以足足800年，那傀儡大军至今也是我妖灵族无法掌控的力量。妖城给予了回答，而这个回答也是如楚风猜测差不多。那前辈，妖灵族会愿意让我们破阵，去掌控那傀儡大军吗？还是说您要带着我们偷偷破阵？楚风再度追问，而他有这样的疑虑也是正常。换个角度想一想，都不用说妖灵族与九魂圣族的恩怨，只是说有这样强大的傀儡大军，完全可以统治九魂天河。谁不希望自己掌控？谁会愿意拱手让给他人？但凡是正常点的人，都不会同意外人来破阵才对。可以参考诸葛家，只是一座传承大阵，他们使用阴谋，也不愿让外人进入，怕的就是其他人将那力量夺走罢了。正常来说，的确不会同意。但于800年前打造了傀儡大军的那位曾有交代，若是有小辈进入此处，哪怕非妖灵族族人，也可以挑战那掌控傀儡大军的阵法。只是妖灵族族人较为抗拒外人，未必会遵守这个规矩，甚至你们被发现都可能丧命。妖城说道。那我们要怎么办？王玉贤追问道。我妖灵族虽排斥外人，可也尊重强者。你们2个的修为对比我妖灵族后辈，其实已是极强，但这还不够。你们需要证明你们的天赋远在我妖灵族后辈之上。我妖灵族有着一座天赋测试阵，那天赋测试阵乃是数万年前带来那力量的大人所留下来的，而那天赋测试阵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开启，只有小辈可以进行测试。刚好这段时间天赋测试阵有了动静，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开启。待天赋测试阵开启之后，我妖灵族族人会组织当今小辈去天赋测试阵进行测试。你们2个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直接进入天赋测试阵。若是你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我妖灵族族人多半也会认可你们。但是若你们无法取得好的成绩，那后果便不堪设想，轻者被驱逐出去，若是严重的话，你们可能会被处死在这里。但若真的那样，我也不会坐视不理，毕竟是我将你们带进来的，我会尽力护你们周全。只是我并没有那个把握。虽说当今妖灵族族长的修为与我一样都是9品武尊，可是妖灵族族内有着守护大阵，若是催动那大阵，我必然不是族长大人对手。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若是你们后悔了，现在走还来得及。你们都是界灵师，应该能感受到这结界大门出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阻拦的，哪怕你们不是我妖灵族族人，若是现在想要离开，也可以直接离开。妖城看着楚风与王玉贤身后的结界大门说道。只有这一个方法吗？前辈可否想办法直接带我们去破那可掌控傀儡大军的阵法？王玉贤问道。若是可以，他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从这妖城的语气也能够听得出来，妖灵族的人是真的很反感外面的人，所以他有些害怕就算他与楚风在天赋测试阵中取得了好的成绩，可是妖灵族的族人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们，那个时候可就是没有退路可言了。对于王玉贤的询问，妖城摇了摇头。傀儡大军所在之的常年被封锁，开启的钥匙在我族长大人的手中，除非他愿意打开，否则就算我带你们过去了，也是进不去。借助天赋测试阵来证明你们的天赋是唯一的选择，但其实虽有风险，但也并非绝对的风险。你们可以等我妖灵族小辈离开之后再进入天赋测试阵，若是能够有好的天赋，再叫我族人来看；若是没有好的天赋，也可以直接离开。但有一点，天赋测试阵维持的时间较短，若是有人连续登上，它可以一直维持，可若是在一段时间内无人登上天赋测试阵，天赋测试阵就会消散。所以这个完全看运气，要看天赋测试结束之后，我族人会立刻散去，还是不肯散去。若是他们散去，你们便可以偷偷测试；若是不肯散去，那便只能冒险了。妖城说道。前辈，我愿意一试。楚风说道。晚辈也愿意一试。王玉贤也是立马表态。好，天赋测试阵虽已显现，但彻底开启还需些时日，我先安置你们休息，待天赋测试阵彻底开启之后，我再带你们过去。随后妖城便将楚风2人安置在了丛林中的一个房屋内。根据他所说，这房屋所在的位置，妖灵族人是基本不会过来的，只要楚风与王玉贤乖乖的待在这里，不要乱跑，妖灵族人便不会发现楚风他们。虽然将楚风与王玉贤安置在了这里，可妖城还是会时不时的来看楚风，并且每次来还都会带上妖灵族特产的点心与食物。总之，妖城对待楚风2人非常的不错，就像是一个家族长辈一样，关照有加。而
而在此期间，楚风也是问出了自己心中的好奇，那便是这结界大门是何时出现的？为何妖灵族的族人也不能掌控？而关于这结界大门，妖城也解释不清，他只知道这结界大门是800年前出现的，正是800年前那个男人打造出了傀儡大军之后才浮现的。妖灵族的人曾问过这结界大门是否与那位有关，可那个男人却说与他无关，他也不知这结界大门为何会出现。这结界大门对于妖灵族而言也是一个谜团，而根据他们的猜测，可能是与那打造傀儡大军的力量有关。之后楚风也是问起了800年前的那名男人，毕竟能够短时间之内掌控妖灵族数万年都无法掌控的力量，这男人也绝非寻常之辈。只是对于这名男子的来历，妖城也不清楚，甚至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那男子十分神秘。而在楚风与王玉贤进入此处的第3日，妖灵族的天赋测试阵终于彻底开启。开启之后，妖城便立刻带着楚风与王玉贤向天赋测试阵的位置赶去。很快，在他们的视线之中便出现了一个浩瀚的广场。看到那座广场之后，他们便立刻停了下来，不敢靠得太近。那广场也是在丛林之中，面积十分辽阔。这样辽阔的广场出现在浓密的丛林之中，倒也是显得有些突兀。但眼下最吸引楚风等人的，却并非那广场，而是那汇集在广场之上的身影们。那些人全部都是妖灵族的族人，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子。但令楚风和王玉贤有些意外的是，这些女子无论是何年纪，几乎个个都是姿色貌美，哪怕是花甲之年的老者，那也可以说是老太婆中的美女。这简直就是一个美女的国度啊！但这与楚风和王玉贤所想的可不太一样，毕竟他们最先见到的妖灵族族人便是妖城，而妖城虽也是女子，可是她的长相却如男子一般，并且就算归类为男子，她也是颇为丑陋的那一类。本来楚风与王玉贤还以为妖灵族的其他族人也都与妖城差不多，可现在却发现，原来妖灵族真如传说一般，个个美若天仙，反倒是妖城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存在。至少出现在广场上的接近3000名妖灵族族人，个个都是样貌出众的，连一个长得一般的都没有。而眼下妖灵族族人之中，共有23名小辈，这些小辈正在依次踏上那天赋测试阵之中。天赋测试阵是一个圆形高台，这天赋测试阵从表面来看，倒是与其他天赋测试阵没有太大差别。可看到它的那一刻，楚风便心神一震，因为这天赋测试阵与妖城那把召唤结界大门的钥匙一样，让楚风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楚风却想不起来，到底那感觉到底从何而来了。而关于这天赋测试阵，妖城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他们了。天赋测试阵上面有着3块石碑，每一块石碑上面都写着一个古老的字，虽不是当代的文字，可却也能够辨别出它的含义。第1块石碑上的字为下，第2块石碑上的字为凡，第3块石碑上的字为上。这倒是与一方星域的世界分类很像。眼下站在台上的妖灵族小辈，便使得第1块下字石碑出现了浓郁的光华，那光华直冲天际。别说他们这个位置，就算距离再远，也是能够发现。不言而喻，他的天赋乃是下品。可这妖灵族小辈不仅没有丝毫羞愧，反而高兴的又蹦又跳。不仅是他，就连天赋测试台下方那些等待接受测试的小辈们，也是露出了羡慕的神色，就好像只要能够触发下字石碑，就已经是一种荣耀了一般。而当这个小辈下去后，很快第2个小辈便走上了天赋测试阵。而当他走上去之后，天赋测试阵便有一重结界之力涌现，并且将其覆盖。覆盖之后又回落到阵法之中，只是那3块石碑却没有任何反应。见此情形，这名小辈露出失望神情，转身便走下了天赋测试阵。我族小辈之中，能使得下字石碑亮起的人，可以说是天赋卓越之辈。这么多年以来，能让凡字石碑亮起的，总共也不超过10人。至于那上字石碑，至今为止都没有人能够亮起。倘若你们2人之中有人能让凡字石碑亮起，多半就会得到族长大人认可，他也许会给你们挑战那可掌控傀儡大军阵法的机会。就在此时，妖城也是给予了解释。听到他的话，楚风等人也知道为何那个能让下字石碑亮起的小辈都会如此高兴了。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想让上字石碑亮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连凡字石碑他们也没有指望，所以只要能够让下字石碑亮起，就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楚风应该能让上字石碑亮起。王玉贤说道：上字石碑，你所言当真吗？听闻此话，妖城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楚风2人。他并不是看不起楚风2人，只是他不太相信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前辈，您是不知道楚风的天赋有多厉害，等一下您就知道了。王玉贤自信满满的说道。乐乐，你可别替我吹了，等一下我让连下字石碑都亮不起来，不是很尴尬？楚风笑着说道。你就别装了，我还不知道你的本事吗？王玉贤给了楚风一个鄙夷的眼神，毕竟楚风有多大本事，他可是非常清楚的。若真能让上字石碑亮起，我敢保证，我族常大人一定会给你们这个机会的。妖城说道。真的？为何呀？王玉贤睁着大眼睛问道。只因为这天赋测试阵乃是数万年前那位大人所留下来的，所以他具备绝对的权威性。若真的能够让上字石碑亮起，那我妖灵族不仅不会为难你们，还会以上宾之礼相待。妖城说道。竟有这种好事，那似乎事情变得简单了。话到此处，王玉贤还拍了一下楚风的肩膀，笑眯眯地说道：楚风，你都听到了吧？我们俩能否安然，可都看你了。我尽力。楚风笑了笑，虽然笑容很淡，但内心却是十分窃喜。楚风对自己也是有着一定自信的，毕竟天赋测试这方面，一般来说楚风都能取得最佳成绩。倘若真的能让上字石碑亮起，那可真就太好了。不过现在咱们先稍等一下，等他们测试完毕之后，你们再去测试。妖城对楚风2人说道。对此，楚风2人也是点了点头，毕竟来此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了。他们先等，若是测试结束，妖灵族的人立刻散去，他们可以偷偷测试；若是妖灵族不肯散去，他们在冒险当面去测试天赋。而等候之际，楚风又注意到广场之中，除了天赋测试阵外，还有一个石像。那石像就是一个普通的男子模样，长相普通，衣着也很普通。但是在石像的周围，不仅搭建了一个小房子，为其遮风挡雨，在其前方更是供奉着诸多新鲜食材以及天材地宝。前辈，那供奉的是何方神圣？楚风好奇地问道。世人所供奉的，要不是自己的祖师爷，要不是传说中的菩萨神仙，但是这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这位便是数万年前将那强大力量带到我妖灵族的大人。妖城说道。提起那位大人的时候，妖城的眼中满是敬意。所以你妖灵族为了感恩这位前辈，便打造了这个石像供奉。楚风问道。不，这石像便是那位大人所画。妖城说道。这是那位大人所画。听闻此话，楚风与王玉贤皆是十分诧异，一个人怎么会化作石像呢？并且他们在那石像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生命特征，哪怕他已经死去多年，可正常来说也会遗留一点气息才对。可那石像分明就只是一块石头而已，没有骗你们，那的确是那位大人所画。说起来，是我妖灵族愧对这位大人，我妖灵族是罪人，对不起那位大人。妖城说完此话，还隔着虚空满怀歉意的对着那石像施以一礼。前辈，是怎么回事？方便告知我们吗？楚风与王玉贤皆是满眼好奇，他们都听出来了，当年带来那力量的大人与妖灵族之间似乎也是有些恩怨的。可是妖城刚刚又表达了妖灵族族人对那位大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敬畏的态度，这样的反差就让楚风更加好奇，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告知你们也是无妨，只是莫要告诉外人，否则会辱没了我妖灵族的声誉。但我妖灵族的确亏欠这位大人，是我妖灵族对不起他。若是这位大人在天有灵，也会希望我妖灵族能够如实面对我们的罪过吧。妖城感叹道。前辈，您放心，我嘴巴严的，保证不会外传。楚风保证道。我的嘴巴也很严。王玉贤不仅保证，更是举起右手，做出了对天发誓的模样。见此情形，妖城则是笑了。我之所以选择你们，不仅仅是因为天赋，其实早就观察过你们二人，我相信你们的人品。随后，妖城便为楚风二人讲述起当年的经过。数万年前，九魂圣族刚刚统一九魂天河，妖灵族为了避免纷争，基本已是属于隐世状态。就在那个时候，那位大人突然来到妖灵族，并且要求长期留在妖灵族内生活。可是妖灵族全部都是女子，繁衍后代乃是凭借特殊的血脉之力，与男子没有任何关系。妖灵族的规定向来也是不可与男子有感情和身体的交集，如若不然将会被处斩。所以一个男子来到妖灵族，还想要长期留下，妖灵族自然不会同意。但就在妖灵族想将那男子驱赶出去的时候，那位大人展现了那股强大的力量。他说这力量能够帮助妖灵族变强，并且他可以结合妖灵族的力量，打造出傀儡大军来护妖灵族安宁。对于这种话，正常情况下人们自然会认为是吹牛皮，不可能相信。可是偏偏当那位大人展现出那力量之后，妖灵族族人都感受到了那股力量的强大。虽然无法确定那力量能否像那位大人所说那么神奇，可出于好奇心，还是决定让他试试。并且当时妖灵族的太上长老更是直接许诺，只要那位大人所说能够做到，就同意让其留在妖灵族，还会以上宾之礼款待。而后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位大人竟真的凭借那股力量开始让妖灵族族人的实力变强。而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真的打造出了一批能为妖灵族族人所控制的傀儡大军。而那傀儡大军的实力非常之强，可是远比800年前那名男子打造的傀儡大军要强大得多。可以这样说，数万年前那位大人所打造出的傀儡大军实力几乎凌驾于九魂天河内除了九魂圣族之外的所有势力。可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九魂圣族乃是鼎盛时期，远非现在的九魂圣族可比，仅弱于九魂圣族绝对不是贬义，而是一种极大的荣耀。能够打造出那样的傀儡大军，足以看出那力量的强大，也足以看出那位大人的深不可测。正常来说，有这样的傀儡大军镇守，还有那股力量可以增强族人实力，妖灵族的未来不可限量，乃是天大的喜事。可是在见识到那力量的强大以及那位大人的手段之后，当时妖灵族的太上长老却也有了他的顾虑。他觉得那位大人深不可测，无法掌控，既然他可以用那力量帮助妖灵族，同样也可以用那力量灭了妖灵族。他是妖灵族的恩人，但同样也是妖灵族的威胁。于是当时的妖灵族太上长老便心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妖灵族的太上长老准备用妖灵族内无色无味的剧毒之物将那位大人毒死。而当时的妖灵族太上长老乃是当时妖灵族族长的师尊，也是当时妖灵族族内实力最强之人。别看他不是族长，但实际上他才是当时妖灵族真正的主宰者。当他提出这个想法之后，虽说妖灵族包括族长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反对，但却也有少部分利己主义的族人表示赞同。碍于妖灵族太上长老的实力与地位，尽管大部分族人并不赞同，可最终也只能妥协。于是在当时妖灵族太上长老从那位大人那里得知了如何掌握那力量的方法之后，便以感谢之名准备盛宴款待那位大人。可实际上却在酒中下了毒，而那位大人对妖灵族并无戒备之心，他中毒之后便很快丧失生命特征。只是令人意外的是，他丧失生命特征之后，身躯以及自己的衣衫竟都化作了石头，而这石头看着平常，实际上坚不可摧，使得妖灵族太上长老想要将石头弄碎，想从那位大人狠伤找到更多宝物，都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接下来诡异的事发生了，那位大人死后没多久，原本已被妖灵族所掌控的傀儡大军却突然失控了。
失控后的傀儡大军对妖灵族族人进行了屠杀，但并没有将所有妖灵族族人杀死，只是杀了少部分族人。最诡异的是，那所有被杀的人都是当时赞成毒害那位大人的妖灵族族人，包括当时的妖灵族太上长老也同样惨死其中。而那些最初并不赞同谋害那位大人的妖灵族族长等人，却都是安然无恙。当时得以生还的妖灵族的族长便觉得可能是那位大人死得太冤，死后化作了冤魂，来利用傀儡大军报仇。虽说杀戮已经停止，可恐慌的氛围已经弥漫全族。为了平息此事，当时的妖灵族族长便跪在那位大人化作的石像面前进行道歉求饶，并许诺以后会历代妖灵族族人都会对其供奉，想用这种方法得到那位大人的原谅。正常来说，这样的道歉往往无用，毕竟到了这种境界，只要杀死之人便会死得十分彻底。所以冤魂之说乃是封建迷信，比预言还要扯得多。可是偏偏却有了效果。当妖灵族族长许下承诺之后，那些傀儡大军便立刻瓦解，就此消散而去。但是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却仍在。于是后来妖灵族族长命人将那力量转移的同时，也将那位大人尸体所化的石像转移到了这里。尽管数万年过去了，可是当初先辈们的罪孽，妖灵族族人却不敢忘却。现在妖灵族族人仍以极其敬畏的姿态对其进行祭拜。想不到当年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位大人掌握如此力量，必然也是纵横修武界的大人物，就这样死了，也未免太冤了。得知经过，王玉贤也是发出感慨。毕竟这件事情的确是妖灵族做的不对。前辈，您可知道那位大人为何要来妖灵族久住？楚风更加好奇那位大人的目的。那样强大的人物，应该不会平原无故的提出这种要求，他必然是有着他必须要这样做的理由。根据那位大人所说，他是来这里等一个人，只有在妖灵族这里才能等到那个人。他曾许诺，只要等到那个人，他就会离开。但当时的妖灵族族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都觉得他另有图谋，多半是窥探妖灵族族人的美貌。妖城说道：“等人，数万年都过去了，恐怕那位大人想等的人也早已不在世了吧？”楚风也是感慨一声，虽然修武者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但是往往万年已是极限，最多也就几万年，而数万年前乃是这个时代的初期，虽比不了远古时期，可距离现在却实在太过遥远。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活到现在。结束了，他们不准备离开吗？终于，最后一名小辈的测试也结束了，但测试结束之后，他们却并未准备离开，而是开始围绕那石像摆放诸多物品。糟了，今日刚好是祭拜那位大人的日子，我居然忘记了。见此情形，妖城慌了。那前辈，这祭拜要多久？楚风问道。今日乃是特殊日子，祭拜那位大人起码也要1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那天赋测试阵早就消散了。是我失算了，居然忘记了今日乃是祭拜那位大人的日子。妖城说道。那看来还是要走最危险的路了。乐乐，你先在这里等我。楚风说完此话，便立刻动身。他以隐藏状态快速的飞掠，很快便来到了天赋测试阵上方。楚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落在了天赋测试阵之上。糟了！可是刚刚落在那天赋测试阵之上，楚风便暗叹不好。这天赋测试阵的力量覆盖楚风的时候，楚风的隐藏阵法也是失效，他的身形已是显现而出。最主要的是，妖灵族之中也是有人注意到了楚风。你是何人？一声怒喝响起，在场所有人妖灵族族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他们的眼中都充斥着浓浓的敌意。忽然，空间震颤，一股强大的武力正在向楚风压迫而来，那乃是9品武尊的手段。可那威压还未靠近楚风，便伴随一声轰鸣被吹散开来。是有人挡下了那攻击，攻击被挡下的同时，只见一道身影疑是站在了天赋测试阵之前。此人正是妖城。妖城，是你挡下了我的威压。妖灵族内一个中年女子开口了，她便是释放出威压去攻击楚风的人，她也是妖灵族的当今族长。只是她明明清楚是妖城挡下了她的攻击，可是她还是这样询问，因为她有些不敢置信。她没有想到妖城竟然敢挡她的攻势，毕竟在妖灵族内没人敢违抗他，违抗族长等同于叛族，这可是要杀头的大罪。族长大人，妖城知道今日犯下大罪，但妖城也是为了我妖灵族考虑，还请族长大人见谅。妖城也很恐惧这位族长大人。被质问之下，他没有任何狡辩，而是直接跪地施礼。大胆妖城，你为何要护着这个外人？而当妖城承认之后，在场的妖灵族众人更是开始对妖城斥责起来。妖城，这个年轻人是你带来的？妖灵族族长问道。族长大人，这位小友的确是我带来的，但您知道，外人根本无法进入我妖灵族，而他乃是当今东域最强的天才，能够进入我妖灵族也是靠他自己的本事。既然能够进入妖灵族，就等于他通过了考验。也许这也是那位大人的意思，还请大人带他做完测试。也许他是能够改变我妖灵族的人。妖城说道。你居然将一个外人带入我妖灵族，你还真的相信一个外人能改变我妖灵族？妖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可是叛族的大罪。听闻此话，妖灵族的众人脸上怒色更浓，但是妖灵族族长则是没再说话。他开始看向楚风以及那天赋测试阵，在他的眼中涌现出了复杂之色。他有些害怕，似是害怕楚风成功，但也有些期待，似是他也在期待楚风能够成功一般。而就在此时，那缠绕楚风的结界之力已是回到了天赋测试阵之中，只是短暂的沉默之后，却是没有任何反应。见此情形，妖灵族内传来了一阵讽刺的笑声。天赋测试是有时间的，时间已过，石碑皆是没有变化，说明楚风的天赋十分平庸。妖城，这就是你带进来说是能够改变我妖灵族的人，你可真是痴心妄想。一阵讥笑过后，妖灵族众人将那讽刺的目光投向了妖城。怎么会这样？
见此情形，妖城也是有些慌了。对于楚风，他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看来，就算再怎么样，楚风也不至于连那下字石碑都没有反应。甚至在他看来，楚风就算无法让上字石碑亮起，也绝对是能够让凡字石碑亮起的。这也是为何他敢带楚风进来的原因。可是眼下的结果却与他预想的全然不同。妖城，看来你的算盘落空了。你以叛族之名找来的所谓天才，天赋是如此平庸，连我妖灵族的后辈都是不如。既然如此，你就与他一同受死吧。妖灵族众族人听令布阵。妖灵族族长话音响起之际，妖灵族族长的身上便释放出独特的气焰。见状，妖灵族在场的所有族人身上也都释放出了那股气焰，并且那些气焰开始向妖灵族族长的身上汇集而去。在这一刻，楚风能感觉到妖灵族族长的气息正在快速增强，想必这就是妖城所说的他妖灵族族内的大阵。等一下！可就在此时，一道女子的声音响起，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的身旁。是王玉贤前辈，我不知你们为何如此敌视我们，但我们来此的确有求于前辈，恳请前辈给我一次机会，若是天赋足够，便能得到妖灵族的认可，那我今日会向前辈证明我们的天赋。王玉贤落下之后，便对妖灵族族长说道：“楚风，你下来。”见状，妖城对楚风说道：“因为天赋测试阵只能站立一个人，若是同时站着2个人，阵法则不会运转。既然楚风测试结果不佳，那现在就只能指望王玉贤了。”而楚风也明白妖城的意思，他开口之后，楚风便一跃而起，从那天赋测试阵上跳下，落在了妖城的身旁。楚风离开之后，那天赋测试阵果然有了反应，先是一重结界之力将王玉贤覆盖，很快那结界之力又回落到天赋测试阵之中，紧接着一道光芒冲天起，那是而见此一幕，在场之人皆是神色大变，因为那道光束的来源乃是3块石碑中的最后一块，是那写着上字的石碑。族长大人，此时妖灵族众族人纷纷看向了族长大人，并且没有得到族长大人的许可，他们就已经自己消散了。那融入族长大人体内的力量，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现在楚风与王玉贤他们怕是不能动了。尽管很难以置信，可是妖灵族的族长大人也是将体内的力量消散，同时还收起了自己那9品5尊的威压。居然有小辈能够具有如此天赋，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妖灵族族长感叹一声，随后便看向王玉贤：“这位姑娘，你叫何名字？”他此时眼中已经没有了敌意，就连说话的语气都是任和了许多。晚辈名为王玉贤。王玉贤如实说道。王玉贤，莫非你就是在我妖灵族外修炼的那个丫头？妖灵族族长问道。显然他听闻过王玉贤的名字。族长大人，正是她，她便是我与您提起过的那个天才少女。妖城说道。原来告知族长大人王玉贤事情的人便是妖城。族长大人，您快看！就在此时，有人指向了那已经化作雕像的那位大人，而定睛一看，在场之人皆是神色一变，尤其是妖灵族的众人，那反应更是十分的震惊。那位大人已经彻底化作石像，无论是他这个人，还是他的衣衫，以及腰间的乾坤带，都是一个完整的石像。可是现在却有了变化，那变化便来自于他脖子上的吊坠。他这吊坠是一个珍珠模样的东西，是石头的时候十分普通，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眼下，这吊坠已经不再是石头，它恢复成了原来的样貌。它像是一个玻璃容器，而其中有着一些类似水的物体，正是那物体散发出了光芒，而那物体充斥了玻璃容器的一半。大人身上的宝物竟有了反应，难道说大人所言属实？他真的是在等待一个人，而他等待的人便是你。话落此处，妖灵族族长猛然转过头，这一刻不仅仅是妖灵族族长，在场的所有人都将目光汇集在了王玉贤的身上。我见妖灵族族长将目光锁定在自己身上，王玉贤也是十分意外，毕竟他也是从妖城那里听说了关于那位大人来到这里是要等一个人的事情。可是他怎么会是那位大人所要等的人呢？已经过去了数万年了，他与那位大人应该毫无关联才对。王姑娘不要有压力，只是这位大人对我妖灵族来说恩重如山，而他当年来到我妖灵族，说是要等一个人，只是大人生前未能等到此人。不过这天赋测试阵乃是那位大人所留，我们也一直猜测这天赋测试阵是否与那位大人所等之人有关。而这数万年来，在我族内曾有无数人登上过这天赋测试阵，可能让那位大人的吊坠有反应的，你是第一个。事实上，若不是你的到来，我们也不知道原来那位大人的吊坠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我才猜测那位大人所等之人可能是你。妖灵族族长耐心地对王玉贤解释道：“前辈，倘若我是这位大人所等的人，那我需要做什么呢？”王玉贤问道。“不用，我们也不知道那位大人为什么要等一个人，当然究竟等的是不是你，我们也无法确定，只是因为你让大人的吊坠有了反应，所以才有了这个猜测。”妖灵族族长解释道。“王姑娘来到我妖灵族，应该也是为了这位大人所留下的那力量吧？”妖灵族族长又问道。王玉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了妖城：“你实话实说即可。”妖城对王玉贤说道。见状，王玉贤也不再隐瞒，而是直接对妖灵族族长说出了他与楚风来此的目的。只是听到王玉贤的讲述之后，在场的妖灵族所有族人脸色都是变得不太好看，妖灵族族长也不例外，气氛顿时变得古怪起来。这让王玉贤和楚风也变得紧张，毕竟妖灵族有些特殊，他们有多排外，楚风与王玉贤已经见识到了。这从他们在看到楚风那一刻，可以不问青红皂白的便直接出手，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多憎恨外面的人，想从他们这里借走傀儡大军去拯救九魂天河众生，他们多半是不愿意的。王姑娘，你到底是要救九魂圣族，
还是要救九魂天河？沉默片刻后，妖灵族族长问道：“我要救的乃是九魂天河的众生，前辈。虽然你们妖灵族已是隐世数万年之久，可终究也是九魂天河的人。你也不希望九魂天河落入外人之手，更不希望九魂天河的人被外人之人残害吧？”王玉贤语气柔和，是想尝试劝说妖灵族：“我妖灵族就算不去屠灭九魂圣族，可却也不会帮助九魂圣族，否则对不起死去的先祖。至于九魂天河众生，如今已将我妖灵族所遗忘，他们的生死与我妖灵族也没有关系。”妖灵族族长此话一出，楚风以及王玉贤等人都是心中一紧，他们其实也有心理准备，可当真的面临这种情况，他们仍是感觉棘手。毕竟，若是妖灵族族长不同意，他们连挑战内阵法的机会都没有，就别说掌控傀儡大军了。可是还不待他们开口相劝，妖灵族族长却再度开口：“不过王姑娘，不管你是不是那位大人所等之人，但你的天赋能够使得上自10倍亮起，并且那位大人的吊坠都是有了反应，至少可以证明你是那位大人认可之人。那力量乃是那位大人所留下的，800年前那位客人也是利用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才打造了这批傀儡大军。你若想将傀儡大军带走，自然可以。”妖灵族族长此话说完，便拿出了一把结界钥匙。结界钥匙拿出之后，便开启了一道巨大的结界门。这道结界大门落于虚空之上，比进入妖灵族的那道结界大门还要气派不少。那傀儡大军就在里面，只是这傀儡大军乃是800年前一位客人所打造，那位客人还留下了一道阵法，唯有破开那位大人留下的阵法，才能够掌控傀儡大军。妖灵族族长对王玉贤说道。此时王玉贤喜出望外，他本以为要好好劝一下妖灵族，他们才会同意，不成想他们如此轻易的就同意了，还真是应了妖城那句话，只要能够让上自10倍有反应，妖灵族便会以上宾之礼来对待他们。多谢前辈。王玉贤先是道谢，随后便看向楚风。楚风，那我们走吧。等一下。可还不待他们二人动身，妖灵族族长便突然开口：“王姑娘，你可以进去，但是他没有这个资格。”妖灵族族长说话间看向了楚风：“前辈，他是我的好友，他的天赋其实在我之上，能否让他与我同行？”王玉贤求情道：“王姑娘，刚刚天赋测试阵，你没有看到他的测试结果吗？他的天赋如此之弱，连我妖灵族当今小辈都是不如，他真的没有资格进入其中。”妖灵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楚风的天赋真的极佳，这从他的修为便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已是达到4品5尊境，并且连9品5尊他都有一战之力。”见状，妖城也是说道：“妖城，你在说什么胡话？就算是4品5尊，也不可能与9品5尊抗衡，你简直是在痴人说梦。”妖城此话说完，便立刻遭到了妖灵族众族人的斥责。妖城，我与王姑娘说话的时候，有你插嘴的份吗？妖灵族族长也同样将冷冽的目光投向妖城。可以看出，虽说王玉贤已经证明了自己，可是妖灵族对妖城的意见仍旧不小。前辈，妖城前辈没有说谎，楚风他真的……见状，王玉贤赶忙开口，他也知道，现在他与楚风、妖城3人说话最有分量的便是他了，若要劝，也只能他来劝。王姑娘，还请你不要让我为难。可谁曾想，妖灵族族长却依旧坚持态度，且说话间还对施以义礼。他的意思很明显不过了，就是对于此事莫要再说。算了。见状，楚风也是对王玉贤说道。可王玉贤却是小嘴一撅，泛起了倔劲，再度将目光看向了妖灵族族长。前辈，我就实话说了吧，若不是因为他，我也不会来到这里。冥冥之中都是天意，还请前辈通融，让楚风与我同行。王玉贤说话间，竟欲要跪在地上，施以跪拜大礼。可还不待王玉贤跪在地上，妖灵族族长便已来到了王玉贤身前，将王玉贤给搀扶住了。王姑娘，你这……妖灵族族长看着此时的王玉贤，眼中也满是为难之色。罢了，那我就破例一次，让他也随你进去吧。妖灵族族长虽然很不情愿，可最终还是妥协了。多谢前辈。见状，楚风与王玉贤皆是对着妖灵族族长施以义礼。虽说妖灵族族长很是看不起楚风，可是毕竟也是楚风自己不争气，所以楚风不仅不怪妖灵族族长，也是真的感谢妖灵族族长的通融。毕竟楚风也是真的想要亲自去见识一下那些傀儡大军以及那位大人所留下的力量。随后，楚风便与王玉贤御空而起，准备一同进入了那结界大门。可是刚要踏入结界大门，楚风便忽然停下来，他猛然回头看向了那位大人所化作的石像。楚风，怎么了？见状，王玉贤问道。同时，妖灵族的众人也都是露出了不解的目光。没事。楚风摇了摇头，他没有说实话。其实他是感觉刚刚好像有目光在看自己，而那看自己的目光正是那尊石像。只是楚风回头仔细观察石像，却发现石像如旧，依旧只是一尊石像，并没有任何变化，就别说所谓目光了。于是楚风不再纠结，而是直接踏入了结界门之中。踏入结界门之后，楚风与王玉贤便进入了一座巨大的岩洞之中。这岩洞之大，简直就是一个岩洞世界。而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整齐而立的傀儡大军。这些傀儡大军样貌几乎相同，他们个个高达100米，以人形姿态而立，但却并非是人，而是真正的傀儡，因为他们乃是由木头打造而成，不只是身躯，就连铠甲以及手上的兵刃也都是木头的。按理来说，这样的木头傀儡不堪一击，但是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气息却十分强大，强大到令楚风与王玉贤互看一眼之后，皆是欣喜若狂。总共9832个傀儡，而组成的傀儡大军，最弱的也是散发着7品5尊的气息，而最强的则是散发着3品半神的气息，并且还有32个傀儡感受不到他们的气息，可是却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强大，他们的力量
似是没有解封，哪怕楚风也是观察不出他们到底是何修为。但毋庸置疑，这样的傀儡大军是完全可以统治当今9魂天河的。你能感受到那32个傀儡是何修为吗？王玉贤眨巴着大眼睛对楚风问道。他已经自己观察过了，只是奈何他的手段却是无法观察出那32个傀儡的修为。好奇之下，才向楚风询问。我也观察不出。楚风摇了摇头，没关系，反正只要我们掌握了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修为了。王玉贤说话间，看向了那些傀儡大军的前方，在傀儡大军的身前有着一座大阵，那大阵的气息与傀儡大军相连，毋庸置疑，那大阵便是可以掌控傀儡大军的阵法。只是大阵无法直接进入，而是要从结界门进入。可奇怪的是，在大阵的前方，则是有着2道结界门，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他们2个都可以进入结界门，但是不同的门似乎也有不同之处。楚风，你能看出这2道结界门的区别吗？王玉贤问道。应该都是可以破阵的，但是破阵的方式有所不同吧？楚风说道。我出去问一下，你等我。王玉贤说话间便转身跑了出去，而楚风则是留在此处，仔细的观察这里。楚风是在寻找数万年前那位大人所留下的力量。毕竟按照妖灵族的说法，这傀儡大军只是由那力量打造而成，但傀儡大军并非那力量的全部，甚至只是那力量的一种作用。只是可惜，楚风一番观察之下，在这岩洞之中并未感受到其他力量。而很快，王玉贤的身影再度从结界大门进入了这岩洞之中。怎么样，有询问到什么吗？楚风对王玉贤问道。有区别，白色的结界门破阵方法较为柔和，就算失败也不会受伤，而黑色结界门的破阵方法则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甚至若不注意可能会丢掉性命。妖灵族的历代小辈破阵一般都会进入白色结界门。王玉贤说道。那可有特殊限制，是只能进入一次，还是可以反复踏入？楚风再度问道。这个我也问了，限制只在于年龄，只要是100岁以内的小辈是可以反复踏入的，并没有任何限制。王玉贤说道。若是这样，那不如我们兵分2路，你从白色的结界门进入，我从黑色的结界门进入。楚风说道。也好，若是我无法破开，你也无法破开，那我们再换着挑战。若是换着挑战仍无法破开，那我们就合作挑战。王玉贤笑眯眯的说道。那个模样就好像挑战这阵法，像是一个游戏一样，让他非常的期待。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决定之后，2人便分别踏入了结界门之中。楚风穿过黑色结界门，便进入了一个结界空间。结界空间内漆黑一片，哪怕楚风的天眼所视范围也是十分有限，而所视范围之内，楚风看到了一重重宛如蜘蛛网一般的黑线，黑线交织，密密麻麻，几乎封锁了去路，并且黑线极为锋利，若是触碰，莫说楚风这个境界，就算是半神境也会负伤。不过黑线之间是有缝隙的，若是缓慢前行，可以安然通过，不会负伤。就在此时，漆黑的结界空间上方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光芒，那是一炷巨香，悬浮于结界空间上方，并且那炷香浮现之际，便已是点燃状态。很显然，这阵法是有时间限制的，一炷香的时间便是挑战的时间，若是不能在限制的时间内通过，必然也就是失败了。可哪怕发现了这种情况，楚风却也并未盲目前行，而是仔细观察，一边认真观察，一边前行。这样的前行速度很慢，导致一炷香到达之后，楚风并未深入太多，并且一炷香到达那一刻，楚风便感觉结界之力将其包裹，被直接传送到了黑色结界门的入口处。恰巧楚风出来的时候，身旁的空间也是一阵颤动，伴随着一道白色结界的浮现。王玉贤也是站在了楚风身旁。呀，好巧哦！看到彼此，2人相视一笑。要换吗？楚风对王玉贤问道。毕竟刚刚王玉贤说了，他们先分开挑战，若是挑战失败，就换着挑战。不要，先不要换，我已经摸索出一些方法了，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可以将其破开。王玉贤仰着小脸，非常自信地说道。好，那便继续。楚风表示赞同，随后便再度进入黑色结界门。进入之后，楚风发现这结界空间仍然充斥着宛如蜘蛛网般的黑线，只是布局结构却变了。对此，楚风也不意外，这种阵法若是固定的，那也太好破了，只要不断进入，不断记住前面的布局结构就可以了。所以这种阵法一般都是随机性的，不会重复。而楚风先前之所以观察，也只是适应这空间，而并非是观察那结构。所以这一次，楚风一开始便张开天眼，快速前行。越是后面，蜘蛛网的复杂性越强，导致楚风前行的速度也是减缓了不少。但是就在一炷香即将到达之际，楚风还是看到了这结界空间的尽头，在那尽头处，悬空浮现着一物，那是兵符。所谓兵符，便是调动千军万马之物。显然，若能拿到这兵符，楚风多半就可以调动傀儡大军。见状，楚风不敢怠慢，以全力进行冲刺。终于，在那一炷香时间马上到达之前，楚风穿过了重重阻碍，并且伸出的手掌抓到了那兵符。抓到兵符那一刻，兵符则是化作气焰涌入楚风掌心。与此同时，楚风已是被结界之力包裹，被传送回了结界门之外。当楚风回来的时候，黑色结界门已经不见了。但楚风看着眼前那傀儡大军，发现这傀儡大军与自己已是有了联系。楚风不由张开手掌心，那正是刚刚抓住兵符的手掌。眼下楚风的掌心处有着一道黑色的符咒印记，那印记的图案正是刚刚结界空间内所看到的兵符。而眼下让楚风与傀儡大军产生联系的，也正是这兵符。而就在此时，那白色结界门以及那道结界大阵同时消失，一道身影浮现在了楚风身旁。此人便是王玉贤。楚风，我成功了，我拿到了那兵符，你看，你看。
这就是那冰符。王玉贤看到楚风，便兴奋地摆弄自己的手掌，在他的掌心处，果然也有着一道符咒印记。那符咒印记同样是一个冰符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楚风手掌的符咒印记是黑色，而王玉贤手中这符咒印记乃是白色。你也成功了！王玉贤忽然愣住了，因为他注意到了楚风的手掌心也有着冰符的印记。看来我们都成功了，双喜临门啊！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太好了，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掌控着傀儡大军。”王玉贤也是十分高兴。走吧，我们出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妖城大人。王玉贤欢呼雀跃的便从那结界大门内跑了出去，而当他移动的同时，那傀儡大军也是跟随着在他身后，迈动着整齐的步伐，跟随王玉贤走了出去。很显然，王玉贤当真可以掌控傀儡大军。事实上，现在的楚风也同样可以。见状，楚风也是跟着走出了结界大门。果不其然，如楚风预想的一样，当楚风出来的时候，包括妖城以及妖灵族族长在内的所有妖灵族族人，皆是目瞪口呆，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原地。毕竟这傀儡大军眼下就整齐地站在王玉贤的身后，显然已受王玉贤所调遣。但是这800年间，他妖灵族的小辈曾无数次尝试掌控这傀儡大军，全部都失败了。但是王玉贤进入这结界大门，不过短短2炷香的时间，居然就成功掌控了傀儡大军，这叫他怎么能不吃惊？他不是不能接受王玉贤掌控着傀儡大军，他无法接受的是王玉贤居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掌控了这傀儡大军。王姑娘果然与众不同，看来你就是那位大人所等之人了。如若不然，你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掌控了这傀儡大军。妖灵族族长对王玉贤夸赞的话语也难掩他的惊叹。经此一事，他更是觉得王玉贤便是那位大人所等之人了。前辈，若是如此的话，那楚风也是那位大人所等之人了。王玉贤说话间，看向了身后的傀儡大军，他目光投来，傀儡大军立刻分为2队，站到了2侧，在中间留出一条道路。顺着这条道路，可以看到楚风就站在傀儡大军的后方。此话怎讲？妖灵族众族人目露不解之色。诸位前辈，你们看，王玉贤来到了楚风的身旁，用手将楚风的手臂抬起，随后将楚风的手掌掰开，那黑色的冰符印记展露在了众人面前。这位少侠也掌控了傀儡大军。妖灵族族长走上前来，仔细观察着，越是观察，眼中金色越浓，因为他能确定楚风掌心的冰符印记也是真的。我们2个兵分2路，楚风挑战黑色结界门，我挑战白色结界门，结果我们同时拿到了冰符，对傀儡大军都有掌控权。王玉贤解释道：“这位少侠挑战的是黑色结界门。”妖灵族族长问道：“对，是那个比较难的黑色结界门。”王玉贤很是确定的点了点头：“这位少侠，是我看走眼了，还望少侠见谅。”妖灵族族长说话间，竟对着楚风施以一礼，那是道歉的礼节，请少侠见谅。与此同时，包括妖城在内的所有妖灵族族人都是对着楚风施以大礼。转眼间，他们对待楚风的态度竟也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并且是发自内心的转变，因为他们很清楚，相比于白色结界门，其实黑色结界门内的破阵方式可是要更加的难，而楚风居然成功了，这足以证明楚风的优秀。前辈，那天赋测试阵晚辈成绩不佳乃是事实，我并不会责怪前辈。楚风笑着说道：“族长大人，您快看！”就在此时，又有人惊呼着，将手指向了那位大人所化作的石像，这才发现原来那石像的吊坠又有了变化，石像所带着的吊坠内部有着水一样的物体，原本那物体只是充斥着吊坠的一半，可是现在却充斥了大半，眼见着就要满了。